这一款呢既商业又经典，每个伙伴必须都会剪。首先水平分区，然后取1公分，因为麻斗脖颈比较偏细，所以呢我们剪方形，这样比较平衡。长度呢可以跟麻斗一起去建立，不要超过发际线，只要能满足 A 技术的条件就可以了。梳子、剪接线、划分线3线平行，我们先定1公分，然后再把整个区域与划分线平行剪掉。如果脖颈偏粗呢，可以剪偏圆的，前短后长，这样根据你自己的方向去调整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样的底线定好之后呢，这样就比较有质感。再剪里面的 B 技术，注意看清楚。然后我们斜线去剪堆积，我们选择经典堆积45度，45度提拉，45度修剪切口，注意一点放射，外线不要剪缺，看清楚。这样呢，流向就可以往前包裹更强烈。我们采用次分区一点放射进行修剪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到划分线逐渐由垂直变向斜向，最后变成水平。所以我们的手位啊，要跟划分线保持平行，注意看好，这样呢更容易控制到我们的内部结构。因为 model 脖颈比较长，我们剪的风格呢是45度，这样重心就会比较低，比较知性优雅。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，垂直经梳转水平，注意一下45度修剪，45度切口。从标准性上面讲，两边的问题只有一边长一边短，一边重一边轻，我们只要注意4个细节：手位、站位、切口、头位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达成一致。这边呢是指尖往下，刚才是指尖往上，随着划分线由重变斜变水平，手位也是一样的，保持跟划分线一致。注意看清楚这个细节，通常呢大家多训练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到我们剪 B 技术，用底下的导线，我从下往上剪的，从45度、60度一直拉到75度，也就是说变成了轻堆积。第一个，我们不需要建立很重的量感，因为头骨比较饱满。如果头骨比较扁平，发量比较少，你可以继续剪45度堆积。所以我们数字越大，以及我们的量感就会越轻，数字越小，量感就越重，取决于头骨的饱满度和发量的多少。所以1到89度内都可以任意随我们挑选，一定要根据顾客的头型头骨。理论上每1到89度都是堆积，实质在工作现场只有45度以下重堆积，45度经典堆积，89度以下轻堆积，这个会被广泛运用。另外一边呢都是一样，大家注意看好啊。注意我们的切口、手位以及头位，这样就可以保持两边标准对称。然后呢，我们养成交叉检查的习惯，我们斜向前剪的，斜向后磨一下，这样使还原度以及在线性回家好打理，顾客的忠诚度就会提升，业绩自然提高。再到我们动感区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以底下的导线去逐渐往上提升，剪出45度到89度的内部堆积。那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动感区呢，也可以直接剪到90度均等去除，所以数字越大就会建立量感，一定是头骨比较饱满的。我们今天剪的是在89度内，是一个轻堆积，也可以剪成均等去除，在这个区域动感区，所以我们的技术可以发生改变。那次分区呢，顶部是一点放射切西瓜，注意看好。手位也跟着划分线呢保持平行，这样的一个规律。一点放射不需要考虑移位，准确的看清楚导线以及剪接线就可以了。这样整个头剪完之后呢，产生的饱满度是比较下重上轻，会比较的自然，切口的呈现会比较规律，圆润感也会比较好。不管是左右的圆润感、前后的圆润感、上下的圆润感，包裹感是非常强的。在现场呢也非常实用。另外一边呢，我们继续保持斜向前，角度逐渐降低。大家看好，45、30、15、0，以此类推，30、15、0，最后一片发际线15到0，注意切口不要飘掉。最后一刀15、0，这样是发际线，整个外线呢质感就会走出来，比你直接切出来呢会比较的自然大气。同样还是斜向后进行交叉，这样呢还原度更高。检查一定要多在结构上面交叉检查下功夫，这样呢回家的在线性打理程度非常好，粘性特别高，业绩自然就高嘛。所以大家注意到，另外一侧呢都是一样的。
那两边的问题强调过，只有一边长一边短，一边重一边轻，所以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手位、切口、角度、划分线，只要你长期训练就可以达到这种状态。大家特别容易把切口会变成这样子，反面教材会放长，这样就是去除，很容易翘，不容易包裹，所以要注意一下两边的细节，多训练，在训练中找到我们的肌肉记忆，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品质做得更高。注意看好这个细节啊，然后呢继续再交叉向后检查。接下来我们整个静态区、量感区全部就剪好了，最后一个动感区注意看好，这边也是交叉检查啊，注意看好细节。我们利用分区让我们剪头发变得更加简单。这个刘海呢是一个菱形分区，我们先这一块都是发际线，所以我们先0度借后面的导线剪2个三角，这样对角磨过去就是一个放大的圆，这样外线就不容易剪缺。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，再提升起来，从底下逐渐往上提升，往后带一片，剪一个内部堆积。刚才上面也强调过了，如果头发想要创造动感，上面也可以拉到均等去除，那上面的动感度就更高。所以我们专业的设计师一定要技术是工具，发型是结果，所以技术会随着我们的发型变化而变化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细节。一定要根据顾客的头型头骨和发量的多少以及风格，动感区呢，这样一圈走过来之后呢，次分区还是一点放射，这样呢，整个区呢就剪完，一个柔和很自然的爆脖。吹干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饱满度以及质感全都有，还原度可以达到100%。那最后这是成品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，模特的气质比较好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有收获。